大家好，爱情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了，没有之一。很多人一辈子都会沉浸爱情，无法自拔，因为爱情实在太美丽，因为现实实在太残酷。因此，只有怀揣不变的美好以及美好的爱情，才能够支撑得起精神世界的强大和昂扬斗志的不息，才可以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当中，每一天都能够突出重围，杀出血路，拥抱醉人的温暖，并且充足明天的电量。因此，王一博、赵丽颖同样不是爱情的局外人，他们同样需要爱情的动力，需要爱情的电量，去为更多的人发光发热，温暖人间。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2021年是王一博24岁的本命年，您说这个本命年他走的到底顺不顺畅呢？如果您一路关心到了年尾，您肯定知道答案。但是呢，您在2021年的时候，那个年头的时候，您猜得到这种结局吗？大家伙都知道，本命年对于任何人而言都会坎坷的，都会萧索的，不会一帆风顺。而王一博也是如此。2021年时，王一博就被央视邀请了，跟刘德华、关晓彤同台献唱，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牛年牛气的拼搏之路了。跟着呢，献礼剧《理想照耀中国》播出之后，王一博所饰演的蒋先云先生备受好评。官可以不做，革命不可不革。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在王一博特色的呐喊声中，仿佛让所有的人都隔着屏幕看到了这位革命先烈的铮铮的铁骨。之前我也提到过的了，在今年的网络视听年度盛典当中，王一博所塑造的这个蒋先云烈士再次的被重新提及到了。在何炅老师声情并茂的演说之下，感染了无数的人了，算是王一博深入人心、人物塑造的最好的诠释了。同样的，2021年的王一博开年大吉之余，也是好事连连。先是被中国舞蹈家协会授予了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的光荣的称号，接着呢，献唱建党100年的特别节目《青春的模样》，特别是新疆棉事件当中，这个思想逆天的王一博第一个站了出来，和耐克解约了。跟着还参加了央视庆祝建党100年的晚会。河南水灾的时候，这个中原之子王一博捐款之余，更是敢为人先，亲自前往了灾区去救人了。还有拍摄国际禁毒日的宣传片，成为野生救援公益大使等等等等。还有山河星光、献礼国庆、渴望光荣、致敬人民警察等等等等，而且成为了冬奥文化推广使者，带领这就是街舞第4季的一波王炸。接着呢，帮助自己的战队获得了冠军的荣誉，以及他参加了 S11 英雄联盟总决赛，还有风起洛阳大热开播等等等等。是不是这么多的热闹与繁华，看起来都是王一博一路亨通的直接的写照呢？这个刚刚过去的2021年里面，王一博本尊似乎过得很好，是不是呢？他承载了很多很多的荣誉，参加了很多很多的节目，献唱了众多众多的歌曲，是不是呢？然而呢，所有的荣誉的背后都是看不见的辛酸。2021年的王一博整年过得都不太好，他只是靠着一个特别强大的态度或者说信念，走过了这些别人家压根儿就看不见的辛酸和坎坷。这个态度
是他一直未变的信条。在感情世界当中，他的这个信条也一直都没有改变过。话说新疆棉事件当中，这个眼明手快的王一博，本着中国人该有的态度和信念，第一个出头了，第一个率先解了约了，并为此一下子火上了热搜了。结果呢，却被黑粉们一边倒的嘲讽说他只为大出风头而已。因此呢，打那之后，全中国的焦点都落在了王一博这个人的身上了。因为从此以后，事业上所有人都可以选择再穿耐克的品牌，唯独这个王一博再也不可以的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要知道，王一博打小就特别喜欢耐克这个品牌。但是呢，新疆棉事件之后，当时的耐克和王一博所在的自己的乐华公司都不许他擅自的发声明。到现在为止，依旧是谁也不会知道当天晚上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只有一位耐克员工的亲属，因着该名员工私底下发出的个人的感叹，总结出来了，并且发表出来了一篇博文。由此呢，吃瓜的群众们才能从这条小道消息当中间接的获知了王一博原来在那个乌云压顶的当晚，心路有多么的孤独，多么的挣扎，甚至有多么多的彷徨。然而呢，最终他对处理耐克事件的态度依旧坚决到底，依旧毫不妥协。跟着呢，在第二天，能耐的耐克就把能耐的王一博所有的相关的信息都给彻底删除了。而在王一博那边，同样的没有一丝半点的拖泥带水，照样也义无反顾的删除了所有耐克所有的关联和链接。这种超乎寻常的远见，再加上超乎寻常的决绝，真的是纵览整个已经完全掉进钱眼当中的娱乐圈上下，完全没有一个人敢做得出来，完全没有一个人敢这么样的凭借着一己之力和一腔的孤勇，去面对所有未知的压力和莫名的挑战，也完全没有一个人敢独自站在这么一个高处不胜寒的风口当中。这态度在这里，在这个时间点，算是表明了一切了。也就是说，一位眼睛雪亮而且心怀高远的少年，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去评价，无论别人的眼光是如何的不屑，我就是要敢于横下心，敢于去做我觉得是对的事情。至于其他的那些嘲笑、讥讽、贬损、揶揄，以及所有世俗眼光的各种的不看好，都是浮云罢了。以至于对于爱情的态度，他的心智其实完全同理。说到这，年龄大是一个问题吗？态度决绝的王一博早就说过了，不在乎年龄，也喜欢比自己年龄大的女孩。说到这，敢于对自己公司说不，敢于对自己的老板说不，敢于对整个庞大的资本说不的这个王一博，您说他会去在乎世俗的评价、世俗的碎嘴和世俗的眼光吗？说到这，新闻我只想说，不要去帮王一博去做决定，因为他早就做好决定了。不要去帮王一博去瞎操心，因为他早就操心好了。而且他对爱情的态度跟对解约的态度毫无二致了，那就是只要他一旦立下了自己的心志，一定是九死而不悔的，是九头牛也彻底拉不回来的。
这态度就是他的人生观和爱情观的严重的缩影了。于是乎，到后来，他的心智仍然一次次的继续的接受着各式各样的挑战和考验。例如，河南水灾的现场，那可是王一博的家乡。在王一博第一时间捐款之后，立马就被黑粉们嘲笑说捐的太少了。结果呢，黑粉们一转头，王一博就已经出现在了河南水灾的现场了，去现场去救助受灾群众去了。所以呢，后来有个段子很特别，也就是说，有人问摩托姐姐，你追星到底有什么用呢？你有危险了，他能来救你吗？于是乎，摩托姐姐大声而且傲娇地说，能，这不，他已经来了。这个河南水灾时候的这个段子很暖心，也很真实。因为倔强的王一博不仅话少活多，更加是下定了自己的决心，就会九死而不悔的。这还没完，这就是街舞第4季的冠军奖杯。在拿到手之前，节目组的各种乱拼凑、乱剪辑，让王一博也忍不住在吃火锅的时候拿出来吐槽了。结果呢，明明是靠着实力和打法取胜的，但是呢，铺天盖地的还是一波王一博的黑热搜。这压力不是说心理强大就能够挺得过去的，这压力压不倒的永远都是过硬超强的超刚的态度。S11英雄联盟总决赛的时候，王一博只是出场了几分钟而已，结果呢还是被骂惨了。决赛成员发挥失误是因为有王一博的出现，但是呢，决赛成员发挥超常了，就跟王一博无关的了。总之，因着王一博的存在，他代替了失误的队员，成为了被骂的主要的对象了。还有刚刚过去的风起洛阳开播时候的黑屏闹剧，也是风暴中的试炼了。每逢遇到不好的事情，剧组就会甩锅流量了。王一博为此一次又一次的成为了众矢之的了。明明饰演的是一个木石之心之人，却被反反复复的嘲笑面瘫演技，没有表情，内心毫无波澜的话，能有什么样的七情上面的表情呢？总之，每一份荣耀的背后都是不一样的艰难和挫折，都是不一样的故事和坎坷。支撑王一博的不是神乎其神的超能的体质和过硬的素质，而是从一而终、九死不悔的决绝和勇往直前。2021年，王一博的成就貌似不少，但是呢，他所承受的痛苦和煎熬一点都不比获得的少。那些粉丝们哭着反黑的日子，每一天、每一晚、每一秒都是那么的令人动容，令人记忆深刻。说到这苦难的2021年，这个王一博的本命年已经过去了。王一博的全新的2022年，依旧会有阳光下的精彩和黎明前的黑暗。无名维和防暴队、冰与火、长空之王，所有的成就都会承载着下一波的考验的。而王一博唯一不变的，还是那内心不折不扣的态度和信念。比如时代政绩已经是他决心智、毅然决然走下去的一条属于未来的康庄大道了。因为去年11月份的时候，中国国家电影局就已经发文了，
决定未来的“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中国扬言要在2035年之前成为世界级的电影强国，要大幅提升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而做到这一点，注定离不开顶流加上主流的全方位的助力了。跟着呢，此话一出，已经通过了中国政府审查的漫威电影《蜘蛛侠：英雄无归》，原本预计要在去年的12月份正式上映的，结果呢，到现在还是没有排档的消息。于是乎，直至2021年的11月底，34部外国片当中，仅有17部顺顺利利的上映了。原本计划12月份上档大卖的《蜘蛛侠：英雄无归》，就是美帝国主义的急先锋，也就是那个好莱坞折戟沉沙的完美的牺牲品了。于是乎，整个2021年，中国全年票房前10的影片当中，8部都是国产的大片，而传统的好莱坞大片几乎全部缺席了。于是乎，搞笑的是，2021年美国迪士尼影业旗下出版的4部较好又较做的大不多的电影，包括《黑寡妇》、《上汽与十环传奇》、《永恒族》以及《蜘蛛侠：英雄无归》，至今依旧无法在中国上映。这就意味着，在举国之力的不断的压缩之下，美帝国主义的电影已经没有藏身之处了。根据中国国家电影局的统计，国产片到现在占中国年度电影总票房的比例，已经从2017年的 54%跃升到了2021年的 85% 了。这就是赢者通吃的社会主义现实了。即便输者实际上也是没有机会参加到竞争当中去，甚至连个竞价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娱乐圈的现状。对王一博、赵丽颖这些顶流而言，这是挑战，更是机会。因此呢，长津湖之类的爱国战狼系列电影必将大行其道，必将蔚然成风。王一博的决绝的专注也算是生逢其时了，也算是必有回报的了。因为证据市场的焦点只需要国内庞大的14亿的人口市场去支撑，就已经够的了。因此呢，长津湖算是集合了诸如中国军方的81电影制片厂的投注，以及战狼当红的动作打星吴京，还有顶流易烊千玺的加盟，再加上梦幻好莱坞式的视觉的特效和技术，证据之王已经不只是一部主旋律的电影了，它更是融合了好莱坞电影以及香港电影的若干的长处了，并且结合了所有国家政策、国家祝福、国家绿灯以及举国之力的所谓的集大成者了。当然了，当东方好莱坞其实也不容易，现实终究比人强。当长津湖在去年大热大卖上映的时候，却频频的在海外市场吃了闭门羹了。马来西亚政府表示说，由于该部电影涉及美化了共产党以及共产主义，因此呢，禁止长津湖在马来西亚的电影院上映。而在韩国，长津湖则受到了民间团体的强烈的反对，民间的团体强烈的指责其违反了史实等等等等。然而呢，有这么一个说法，主旋律与否，其实我没考虑那么多。以长津湖来说吧，第一部是因为它口碑好，我就去看了，而第二部我自然也会去看的，其中也有不少人是冲着易烊千玺去看的。
这种大国小民的普遍的心声，算是证据市场的一个奇妙的缩影了。对于热衷吃瓜的小民而言，与其说追捧长津湖的观众都是因着爱国情操的驱动而去选择去看《证据之王》的，倒不如说是因为大环境和朋友圈全都是战狼的粉丝和热血的推荐，所以呢，大家伙才去看了，才去追了。这注定了王炸姐姐最终也不能置身于世外的。证据的市场再小，也是赢者通吃、一战封神的唯一的捷径所在了。说到这，可以说王一博的决绝专注和一腔的孤勇，让他早就看清楚、看透了人间的沧桑和世事的艰难了。所有的不容易都必须靠着一生不变的执着、信念和态度去支撑下去的，去打破未来的。这也是王一博感情世界当中从来没有褪过色的生命的原色与本真了。另外一点不得不提，而且王炸姐姐赵丽颖也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心态，相当的好玩，也相当的写真。这同样是两个人感情世界当中从来就没有褪过色的生命中的原色所在了。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那就是王炸姐弟都是绝对的颜值党。我之前曾经大篇幅的聊过了王一博的择偶的标准，而且呢，这种择偶的标准竟然还与时俱进。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我之前的视频，那些都是我之前的深入的剖析，算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了。而且王一博的笑点可谓梅花间竹，很多的。然而呢，到头来颜值在他的心目当中，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放下过。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自己很美的话，自自然然的要求会更加高一点的。就连颜值严重欠奉的那个毫无自信的那个娱乐圈纪委书记，也就是那个王思聪大少爷，几乎半辈子他都在疯狂的花钱去追求那些最美的整容脸。这种的心智在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当然呢，后者只是丑人多作怪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已。对任何人而言，就像花开花落，大家伙都会喜欢这些生命怒放、花荣盛开的模样，完全是无可厚非、与生俱来的一种原生态的心态而已。赵丽颖自然也不例外，当年情窦大开，委身下嫁给那个花心的冯绍峰，同样离不开冯氏的甜言蜜语和唐僧的颜值。当然了，吃一堑长一智，这个世界上颜值真的不是万能的，但是呢，没有颜值毕竟还是万不能的，只是人生偶尔渡劫在所难免了。即便冯绍峰当时早就因为频繁恋爱翻新、绯闻女友众多等等的花边新闻，在大众的眼里早就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家园良配了。因此呢，在这段相当脆弱的关系当中，赵丽颖永远都是理性清醒的那一个人，而冯绍峰永远都是竟然粘人、毫无安全感的那一个人。误入颜值坑，醒来也从容。在赵丽颖、冯绍峰的整场婚姻当中，女方一直都比男方要洒脱、要清醒。现在离婚归来，
赵丽颖仍是女王。你还记得冯绍峰的那句万般无奈的一世名言吗？他说，他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思路非常清晰，非常明确。其实但凡知道而且深入了解赵丽颖成名经历的人，都应该理解，都应该明白，支撑赵丽颖一路坎坷而无悔走过来的坚持和信念，依旧是藏在赵丽颖内心当中的那一股的动力和源泉，也就是那九死而不悔的深深的心智。农村出身的这个赵丽颖，当年就凭借着非科班的空白的背景，仅仅是通过了一个选拔，就误打误撞的冲进了这个圈子当中了。跟着呢，多年来从小角色自己摸爬滚打，经历过全网黑的人生黑暗阶段，最后呢，总算拥有了现在的江湖地位和事业成就了。这种经历过大风大浪，扛得起遍体鳞伤的强大的内心，绝对比一般人强大出100倍之多。从赵丽颖过往的采访当中，以及各种的蛛丝马迹当中，都能够轻轻易易的看得出来，外表柔弱而且娇小的她，其实看事情相当的通透，从来不会有随波逐流的情况出现。因此呢，即便她不幸堕入到了颜值的坑当中，却照样可以跟着跳出这些不属于自己的不对的坑。2013年的差不多的同一时间，也就是2月26号，这个时年26岁的赵丽颖早就掷地有声的说过了。她说，喜欢与在一起是两码事儿，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再爱也不能没了自己的原则。降低自己的底线，满足他人的任性，只会纵容出恶果。请注意，这还是他在睡觉前的一句唠叨和唠嗑而已，是相当随心随性的一句心里话而已。这里有一个关键字，不知道您留意到了没有呢？那就是底线这2个字。在新闻我看来，做人没底线，日后难相见。有底线在，即便掉入到了颜值的坑当中，掉入到了生命的坑当中，也能够被底线拖着，重回生命的正轨。这就是一个聪明人必须亮出来的人生的态度，以及爱情的态度。这就跟王一博常说的一模一样。王一博说过，不喜欢我颜值的人，你们不要 diss 我了，你们去喜欢别人就好了，不要来 diss 我。这同样也是明晃晃的人生的底线所在了。这里面的潜台词也就是说，爱就请爱到底，不爱就请道别离，就是这么的简单了，就是这么的刚了。一个总是怀揣做人底线和做人原则的人，爱起来就会开心太多的了。因为爱就能够全心投入，就能够爱我所爱，想我所想，狂放不羁，爱恨到底了，而且无所顾忌的了。人世间真正的爱情，就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三生三世，四季相守，五湖十浪，六六相挺，7年不养，八方海枯，九死而不悔。您说对不？